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过去。当听到紫妍这话，萧炎他们全都愣住了。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可除了连绵不绝的森林，啥也看不见。萧炎心里琢磨，紫妍可不是随便说这话的人，他可是太古虚龙，那种神秘的存在，连药老都不太了解。看来这呼唤只有紫妍能感受到。小医仙有点着急说道：“怎么办？这森林里的兽吼声越来越密集了，肯定有不少强者被吸引过来了。”萧炎皱了皱眉，看了看紫妍，他还是一脸出神地盯着森林深处。最后，萧炎点头说道：“去看看吧。既然是宝山，自然要见识一下真正的宝贝。其他人没有龙威震慑，想进来可不容易，我们时间还够。”紫妍一听，脸上露出笑容，脚尖一点，率先冲进了森林深处。萧炎他们连忙跟上。这片森林深处的魔兽比外面的凶悍多了，甚至有些气息连萧炎他们看了都得凝重起来。好在有紫妍的龙威震慑，那些魔兽感应到他们后，犹豫了一下，又缩回去了。他们可不知道，这龙威的主人其实还是一头幼年的太古虚龙嘛。就这样，他们在森林里穿梭了大概10分钟，速度渐渐慢了下来。小医仙突然说道：“这周围的气息完全消失了。”萧炎一感应，果然那些凶悍的气息都不见了。天火尊者也皱起眉头，警惕地说：“这地方可得小心，不然就得在这儿当肥料了。”紫妍轻声道：“不用担心，这里是远古森林的中心。”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前方一片平坦的草地，可那地方看起来普普通通，没啥特别的。紫妍从树上飘下来，慢慢走到草地中间，突然他伸手触摸到面前的虚无空间，一道金光凭空浮现。萧炎他们也赶紧围了过去。这金光是个倒扣的碗状，下面宽上面窄，大概有10几丈范围，被树木遮着，不靠近根本看不见。紫妍说道：“这是兽灵罩，只有生前特别厉害的魔兽临死时才能凝聚出来。”萧炎心里一沉，这东西能召唤紫妍，那主人很可能也是太古虚龙一族。可紫妍摸了摸光罩，突然说：“不对，这光罩不仅有太古虚龙的味道，好像还有点天妖皇族的味道，而且这种味道比现在的天妖皇族更纯净。”萧炎他们面面相觑，难道这里还死过远古天妖皇？熊战挠挠头说：“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紫妍点点头，咬破手指，一滴金黄的血滴在光罩上划出一道血痕。随着血痕划出，光罩开始波动，一道裂缝慢慢撕开。紫妍率先走了进去，萧炎他们也跟着进去。等最后一个人进去后，那裂缝瞬间消失了。刚踏入兽灵罩，眼前一花，葱郁的森林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凉的平原。这片平原面积很大，全是赤红色的沙土，像是被鲜血染过一样。平原中间有个高达100丈的古老祭坛，一股威严从祭坛里弥漫出来，压得萧炎他们斗气都快凝滞了。紫妍却好像不受影响，他盯着祭坛，眼神越来越凝重，然后飞身冲了过去。萧炎他们也赶紧跟上，很快落在祭坛上，近距离接触着祭坛，一股古老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萧炎他们也稍微镇定了一些。紫妍站在祭坛尽头，那种呼唤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化作一道光影冲了上去。萧炎他们紧随其后。等他们赶到祭坛顶部时，紫妍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了。祭坛中央有个金紫两色的石台，上面有个半尺大小的凹槽，里面长着一株小树苗。树苗顶端挂着一枚巴掌大小的果实，一半金色，一半紫色。金色的部分像极了一条太古虚龙，紫色的部分则像一头展翅的妖皇。萧炎他们面面相觑，这果实太奇怪了，连萧炎都没听说过。小医仙说，这威压好像是从果实里传出来的。大家这才发现，那股强大的威压确实是从这果实里散发出来的。紫妍怔怔地看着这果实，说道：“这是龙皇本源果，只存在于古龙一族的古籍里。那紫色的部分不是天妖皇，而是远古天皇。这种果实需要吸收太古虚龙和远古天皇的生命之力，才有不到1成的几率出现。在古龙一族的记载里，这果实只出现过5次，这是第6次。”说完，紫妍站在祭坛顶上，俯瞰这片平原，这才发现那些赤红土地中的苍白颜色，隐隐勾勒出一头巨龙和一头天皇的骸骨。原来这里曾经同时陨落了一头太古虚龙和一头远古天皇。太古虚龙和远古天皇的庞大骸骨首尾相连，形成一个圆形循环。而那巨石祭坛正好位于圆心时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可是传说中的至尊魔兽啊，哪怕是骸骨也足够让人震撼了。萧炎喃喃道：“难怪会有龙皇本源果出世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紫妍解释说，远古天皇和太古虚龙是天生的对头，一见面就打，估计是经过一场大战后双双重伤陨落在这儿的。萧炎点点头，问紫妍接下来该怎么办。紫妍说，龙皇本源果必须收走，不然要是被天妖皇族得到，他们就能进化出拥有龙皇血脉的至尊之兽，到时候太古虚龙一族就危险了。萧炎也明白，天妖皇族实力越强，对他们就越不利。就在这时，紫妍刚要动手收取龙皇本源果，突然察觉到这片空间剧烈波动起来。萧炎他们也察觉到了，
顺着波动的方向看去，心头一沉，兽灵罩被撕裂了。凤七儿一行人冲了进来。这些天妖皇族的人一进来，目光就落在了祭坛上的龙皇本源果上。凤七儿震惊的几乎说不出话来，尖叫了一声：“龙皇本源果！”紫妍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收回了手。他知道现在得先把这群不速之客赶走，不然根本没法静心收取龙皇本源果。萧炎也叹了口气，轻声说：“准备动手吧。”他心里清楚得很，凤七儿他们既然认出了龙皇本源果，肯定不会轻易放弃，一场血战是免不了的了。熊战摩拳擦掌，笑着说道：“老子也看这些鸟家伙不顺眼。”凤七儿则冷冷地对萧炎说：“立刻带人离开祭坛，否则今天就让你们永远留在这里。”萧炎瞥了他一眼，根本没理会，而是仔细打量起对方的阵容来。这一看，他眉头微微一皱，对方有5名斗尊强者，包括风雷阁的雷尊者、大地虎族和银月狼族的族长，还有那个白发男子和黑袍老者。不过萧炎也算了一下，他们这边加上天妖魁和10具傀儡，也能抵挡6名斗尊。对方虽然还有不少斗宗巅峰的强者，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熊战率先出手，身体瞬间膨胀成10米高的巨人，凶悍的气息弥漫开来。白发男子冷笑一声，说：“熊战不自量力。”小医仙和天火尊者也站了出来，浩瀚的气息让这片空间都出现了震荡。雷尊者等人也不甘示弱，浩瀚气息毫不退让的弥漫而出，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。萧炎也不再藏着掖着，屈指一弹，天妖魁闪现而出，紧接着10具的妖魁也出现在半空，金银两色光芒交织，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11具傀儡的实力足以和1名2星斗尊抗衡。雷尊者等人看到这一幕，脸色也有些难看。萧炎缓缓升空，紫褐色的火焰从他体内暴涌而出，在头顶上空凝聚成一条庞大的火龙，咆哮声震慑天地。凤七儿的脸色微微一变，咬着银牙，心里满是不甘。短短几年，萧炎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。白发男子看到萧炎这边的阵容，心里也有些发虚，于是转向那位一直没说话的黑袍老者，恭敬地说道：“黄轩长老，这次可能只能请您出手了。”黑袍老者点点头，目光盯着祭坛之顶，喃喃道：“龙皇本源果，真是天要兴我族啊！”话音刚落，黑袍老者缓缓踏出几步，气息瞬间暴涨。当他第4步落下时，居然突破到了5星斗尊的层次。他冷冷地说道：“小辈，现在离开，老夫给你们留条活路。”萧炎等人脸色微微一沉，没想到这老家伙隐藏得这么深。天火尊者皱着眉头问萧炎：“这老家伙这么强，我们怎么办？”萧炎冷笑一声：“还能怎么办？这等奇物，宁可毁了也不能留给天妖皇族。而且，光凭1名5星斗尊，还没资格让我们退却。”黑袍老者摇了摇头，脸上的表情逐渐森冷下来。冥顽不灵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留在此处吧。他一声令下，这片空间瞬间杀气滔天。萧炎也迅速做出了安排，他心里清楚，对方最棘手的就是那个黑袍老者，只要能把这家伙牵制住，其他人就不足为虑了。萧炎迅速接出手印，眉心处的灵魂力量扩散开来，半空中的10具地妖魁力刻动了起来。这些傀儡按照萧炎曾经学到的阵法迅速排列，这种阵法很玄妙，能把其他傀儡的力量集中到阵眼的傀儡身上。萧炎大喝一声，天妖魁立刻掠进阵型，璀璨的银光从10具傀儡体内暴涌而出，源源不断地涌入天妖魁体内。动手！黑袍老者见状，面色一沉，他当然知道这种傀儡阵法的厉害。雷尊者等人也立刻行动起来，身形化为光翼，朝着祭坛冲去。一时间，破风声震天响。熊战怒笑一声：“想抢东西，先过老子这一关！”他一脚跺地，大地都跟着颤抖起来。大地虎族的族长冷笑一声，化为一道流光，朝着熊战冲去。两人瞬间撞在一起，恐怖的劲风席卷开来，场面相当震撼。小医仙则拦住了雷尊者，灰色雾气弥漫而出，与雷光碰撞在一起。天火尊者也拦截了银月狼族的族长，两人气息对撞。银月狼族的族长面色微微一变，看来天火尊者可不是好惹的。萧炎这边，白发男子则是阴森地盯着萧炎，大笑一声，一拳轰出，一道巨大的金光拳印带着霸道的气息，朝着萧炎轰去。天皇霸拳！萧炎也不甘示弱，迅速凝出一道掌印，与白发男子的拳印狠狠对撞。两人在半空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，拳拳到肉，每一次交锋都让周围的空气崩裂开来。白发男子虽然实力强横，但萧炎毫不退缩，紫褐色的火焰如同战衣一般，将他的身体紧紧包裹。就在两人激战正酣的时候，萧炎的目光突然一凝，他看到了凤七儿正在祭坛上空，咬破手指，滴下鲜血，勾画出一个奇异的符文。随着符文的出现，这片天地间传来一声细微的凤鸣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灵魂一阵颤动。以血为气，以气为符，唤醒祖魂。凤七儿恭敬地跪在空中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那符文光芒大作，光芒洒在赤红平原上，天皇骸骨竟然缓缓蠕动起来，一股远古的苍凉气息弥漫开来，让萧炎等人体内的斗气都变得异常阻塞。
这是远古天皇残留的力量。萧炎等人脸色大变，急忙退到祭坛上。凤青儿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，朝着萧炎他们轰去。就在大家准备联手抵抗的时候，一道娇小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正是紫妍。天皇祖魂吗？不过可惜，我这太古虚龙的祖魂似乎要更强一些。紫妍的声音虽然平淡，但那股威压却比远古天皇还要恐怖。随着紫妍的出手，那金光在距离他10丈的地方直接溶解，毁灭之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萧炎他们震惊地看着紫妍，从他身上感受到的威压，简直比远古天皇还要恐怖得多。天火尊者忍不住惊叹道：“他们各自召唤了此处残留的祖魂。”萧炎也点了点头，心里暗想：这太古虚龙和远古天皇生前肯定是斗圣级别的存在，不然哪有这么强的能量？紫妍的出现让黑袍老者他们吓坏了，他们这才意识到，萧炎他们能进这兽灵罩，肯定是因为有太古虚龙引路。太古虚龙有多罕见，他们心里清楚得很。黑袍老者赶紧让大家别慌，说紫妍只是幼年的太古虚龙，让凤青儿赶紧动手，用祖魂杀了紫妍。凤青儿在远古天皇祖魂的加持下，冷着脸点了点头，一拳轰出，一只巨大的金光天皇成型，双翼一震，整个天空都震动起来。那金黄遮天蔽日，朝着祭坛上的众人扑来，那股气势简直让人无法抗拒。紫妍却丝毫不慌，缓缓踏出2步，小手隔空一握，瞬间天地暗淡，空间崩塌，一个巨大的空洞浮现出来，那黑暗深邃的让人不寒而栗。金黄被紫妍困在了崩塌的空间里，拼命挣扎，金光四射。凤青儿见状，喷出一口鲜血，鲜血沾染在金黄身上，金光瞬间大盛，金黄挣脱了崩塌空间，朝着祭坛射来。紫妍再次出手，一道紫色光柱从掌心爆裂而出，化为一头巨大的太古虚龙，与金黄狠狠撞击在一起。虚龙一扭身，把金黄缠得死死的。紫妍小手一握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金黄被扭成了金色光团。凤青儿一口鲜血喷出，祖魂之力瞬间消失，祖魂被完全击碎了。凤青儿惊骇地看着紫妍，她召唤出的祖魂号称战无不胜，结果却被紫妍轻易击碎。黑袍老者也是一脸苦涩，他们完全没想到紫妍召唤的祖魂居然比凤青儿的更强。雷尊者他们看到凤青儿惨败，心里也慌了，问黑袍老者该怎么办。黑袍老者咬了咬牙，果断下令撤退。白发男子不甘心，但黑袍老者说现在根本抢不到龙皇本源果，等离开兽灵罩再说。于是他们狼狈地逃了出去。紫妍冷哼一声，隔空一拳轰出，一道空间裂缝朝着凤青儿他们飞去。黑袍老者硬接一掌，喷出一口鲜血，带着众人逃出了兽灵罩。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，萧炎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紫妍却突然身体一颤，脸色变得苍白。萧炎赶紧扶住他，喂了一颗丹药。紫妍说祖魂太强，对他负荷太大，但好在打伤了黑袍老者，下次再遇到也不会那么棘手。紫妍告诉萧炎他们，他必须向族里发送消息，龙皇本源果绝对不能落在天妖皇族手里。萧炎也点头，让他先把龙皇本源果收了。紫妍走向石台，咬破手指，将血液涂在手上，小心翼翼地触摸龙皇本源果。果子瞬间化为液体，流入紫妍体内，留下一个图文。紫妍说这东西能量太强，他只能暂时封印，等族里长老来处理。萧炎笑着说道，东西到手了，那就赶紧离开吧，不知道遗迹其他地方有没有发现天阶斗技。萧炎看了一眼那片平原，然后脚尖一点，直接闪到了兽灵罩的边缘。紫妍随手划了个裂缝，大家就顺着裂缝溜了出去。出来之后，他们发现自己还在森林里。萧炎松了口气，笑着说那些家伙跑得还挺快，看来那黑袍老家伙伤得不轻。小医仙他们也点点头，四处扫了一眼，听到远处传来打斗声和兽吼声，估计是其他寻宝者在闹腾。萧炎说道，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，动静这么大，要是把森林深处的厉害魔兽招惹过来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说完他也不废话，直接按照来时的路飞奔出去。紫妍他们紧跟着一路飞掠。路上他们遇到了不少寻宝者，那些人看到萧炎他们从森林深处出来，眼神里有点疑惑，但看到萧炎他们阵容强大，也不敢乱来。大概过了20分钟，他们回到了之前进来的那扇石门。一路上都没看到凤青儿他们，萧炎有点遗憾，心想要是能碰到他们，趁他们现在受伤，正好能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打开石门，萧炎他们又看了一眼后面的远古森林，感觉里面有几股特别凶悍的气息在变强，估计是有人不小心闯进了厉害魔兽的地盘。萧炎心里默默给那些倒霉蛋祈祷了一下，然后带着大家迅速跑了出来，把石门关上。他们站在走廊里，看到周围一片狼藉，楼阁也被破坏得不成样子，都忍不住摇头苦笑。小医仙问萧炎现在去哪儿？萧炎想了想说往里面走吧，真正的宝贝肯定在大殿中心。说完他就朝着走廊的另一头走去，紫妍他们赶紧跟上。一路上这些走廊已经被搜刮的差不多了，到处都是废墟。萧炎他们也没心思细看，加快速度往大殿中心赶。路上碰到不少其他队伍，奇怪的是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跑，
萧炎他们对视一眼，也跟着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萧炎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丹药味，而且味道特别浓，估计是有个藏丹药的地方。他轻声道：“是丹药，而且数量不少，应该是个丹房。”听到丹药2个字，大家都来了精神。这东西对他们诱惑太大了，尤其是这些丹药还是斗圣强者留下来的。萧炎笑着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也挺好奇这些远古丹药的。”说完，他脚尖一点，一下子就把前面的队伍甩开了。小医仙他们也不甘落后，全力冲刺，毕竟谁不想弄点好丹药呢？大概10几分钟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古老的殿宇前，上面写着丹殿2个大字。萧炎带头冲进去，发现第1层已经乱成一团，到处都是人在抢丹药，还时不时爆发一场战斗。萧炎扫了一眼，没啥兴趣，直接带着大家上了第2层。刚进第2层，小医仙的脸色就变了，说：“萧炎，这里的空气有毒，先吃点解毒丹药。”萧炎他们一吸气，果然有点不对劲。萧炎从那戒里拿出几颗解毒丹给大家分了，然后提醒说：“这丹殿有3层，真正的宝贝应该在第3层，不过这第2层就有毒气，第3层肯定更危险，大家小心点。”小医仙倒是不怕，他可是恶男毒体，最不怕的就是毒。他们在第2层搜寻了一番，只找到一些品阶不高的丹药，估计是被人抢先一步搜刮过了。搜了一会儿没啥收获，萧炎就带着大家上了第3层。这第3层可比下面2层大多了，四周都是规模不小的丹室，装饰和排场也更豪华。小医仙提醒说，这里的毒气特别浓，还能腐蚀斗气，大家小心。大家点头，四处张望。第3层也有不少人，但都是斗宗以上的强者，毕竟没点本事根本进不来。天火尊者突然说，不知道这第3层有没有传说中的9品丹药，要是有的话，那可就太夸张了。萧炎笑了笑，9品丹药估计不太可能，那种东西连斗圣强者都很难弄到。他们随便找了一间还没被搜刮的丹室，萧炎进去搜了一圈，找到一卷远古药方，随手收了起来。还有一瓶没开封的丹药，从香味来看应该是7品丹药，但具体有啥用，萧炎也看不出来。搜完这间，他们又转战了几间丹室，虽然没啥特别惊喜，但也小有收获，尤其是那些远古药方，对萧炎这种炼药师来说比丹药还珍贵。最后他们来到角落里的一间丹室，进去一看，地方不大，里面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的，估计被人搜过一遍了。萧炎他们刚准备离开这间狭窄又狼藉的丹室，突然一道白影从里面窜过，他们吓了一跳，斗气瞬间运转起来，结果发现那是一只圆滚滚的小兽，看起来像只肥猫，憨厚可爱，而且没有能量波动，显然只是一头普通小兽。大家刚松了口气，准备离开，萧炎却突然觉得不对劲，这里是远古遗迹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普通小兽？他仔细盯着那小家伙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眼睛瞪得像青蛙一样大，脸色瞬间涨红，忍不住爆了粗口说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家伙竟然是一颗丹药！”小医仙他们愣住了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萧炎这么夸张的表情。